好，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往这个代数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质来学习，因为我们最后就是一定要弄懂怎么样，弄懂什么叫做 field 那这个是必然要先学的所以呢来看看这一个代数的一些性质那首先呢我整理了一些代数的一些性质给各位那我们呢来往下看。好，那这个首先就是说我们再把我们的那一个系统把它写出来这个标准的写法 star 1 star 2那他们呢都是什么？他们都是binary operation。 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我们会介绍什么叫做封闭性，英文叫做 closure。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介绍什么叫做 associative 或 association 都可以那如果说你用名字就 association。 那第三个我们要介绍，哇这个比较麻烦的它叫做 abelian。 你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性质是这一位Abel 这一位数学家所发展出来的那如果说你不愿意用的话，你也可以用什么？用 commutative 它是交换性那这个如果说你用形容词就是 associative， 一般这种形容词比较好啦，因为你用来修饰某一些特质这样那再来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什么叫做 identity。 它叫单位元素。单位元素我们看出来那我们还要再看什么叫做 inverse。 那再来看什么叫做 distributive。 那 distributive 就叫做分配性。你说怎么那么啰嗦？因为你要去规范一个社会本来就有很多法则要学那这些法则由不得你因为这个你要形成一个这样的基本的一个架构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亮点你要去注意那第二个亮点呢要注意有没有看出来那好，那再来怎么样呢？再来是这个交换性这个亮点那再来这个单位元素这个亮点要注意那反元素inverse 就是反元素，你这个亮点你要注意再来是分配性这个亮点你要注意。你说搞一个 field 怎么那么啰嗦它就是那么严谨的这个已经经过的我看应该至少有100-200年人家的发展出来的严谨的数学，而且这个 field 在研究量子的时候它还会出现一大堆很可怕的什么赫伯空间什么一大堆离口口的空间里面就有一大堆的规范，所以我们刚开始没关系，各位花一点心思把名词给介绍这个也认真学一下好，那第一个我们现在看什么叫做封闭性什么叫封闭性好，那所谓的封闭性很明显就是说我就给一个什么呢？给一个一个运算而已好可以is a 什么呢 algebra system 它是一个代数系统。好，那我要来定义什么？就是很明显就是说就是这个 operator 有没有？那我要规范它的特性就是说我要看看它的要来看看它的封闭性。那当然以后的每一个运算 operation 它到底有没有满足封闭性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可以去规范也就是对于所有的 A 跟 B 属于 S那 star A 跟 B 做运算的时候呢你把它写成中序就这么写法它还在 S 里头，它没跑掉，两个运算做完以后呢还在 S 里面，所以叫封闭性name 怎么样呢？我们就称作这个 S 这个 star 这个系统呢具有英文叫 possessive 的什么样呢？有时候我写的比较轻率那个单数复数有时候没有写清楚，你们就forget it 那是我尽量不要犯错这个好它就叫做封闭性它具有封闭性的这个 property 就是性质好理论上我这两个后面要把它盖起来，没有把它盖好好，没有关系。第一个 example， 那比如说自然数有没有自然数的加法 OK
比如说你可以3+4等于7，它还是在自然数里头，没问题，有没有？可是减法就 not OK 咯，减法就 not OK 咯，它没有封闭性诶。为什么？比如6减8等于-2啊，它不属于自然数了，所以封闭性很重要。一个代数系统封闭性就是2个运算算完以后还在 S 里头，那这个呢就叫有封闭性，就那么简单的观念你也要弄懂，不弄懂会小麻烦。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那因为刚开始了，所以很多同学对这个观念不清楚，所以我就多花点时间来看看封闭性。好，那就是说还是一样，我们来讲说中间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怎么样呢？特定的这一个 operator。 好，那这个时候来了你可以看到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符号很多同学到现在都好像还不太清楚。我记得以前教书教到大3就教他们教到大3的时候，还有很多同学对符号还搞不清楚如果你们有不清楚的话，到时候在收播的时候可以在讨论区跟我这个提出来这样这是一个函数因为不清楚就是不清楚，把它弄懂就好了。这个意思对于所有的 A、B 属于 S 再重申一遍 star 怎么样呢？ star A、B 等于 A 乘 B 属于 S。 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式子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怎样呢？它是一定怎么样？ definitely 就是一定 belongs to S， 不能跑掉。那不能跑掉，可是我们很习惯性从国中以前很多的课本它就画 S 乘 S， 那这是一个函数映射到 S， 那这个我们就叫什么？叫 domain， 叫 domain 就叫定义域。那这个呢就叫什么？这叫做 codomain， 叫对应域。你说真累耶，这些名字都要背，没有办法。那我有一个元素 AB 在这里，有没有所以这个 AB 你可以看到 AB 呢，它是个有序对，属于它，有没有看到？它映射到另外一个 C 里头这样所以很明显就是我按照我们这么写法 C 就等于什么 A star B 这样用中序的写法。那这样的话很清楚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因为很多同学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不是很清楚，这个尤教授就在慢慢的跟各位讲清楚说明白比如说以前的话我们讲说我有一个函数 A 映射到 B 有没有？它是一个函数那函数英文叫 function。 你说函数以前国中老师就跟碎碎念函数是要穷尽映射，函数不可以一对多，函数可以多对一，讲的天花乱坠，就是这个数学的写法。对所有的 A 属于 A， 有没有？打过去一定只能够打中一发弹着点， B 属于 B， 使得怎样呢？使得 FA 打中 B，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学写法，你们都去慢慢的这适应它一下也就是说告诉我说这一是我的定义域，那这是我的对应域，那我一个函数这样映射过来，就是有一个点，有没有 A， 那我就打过来打到一个点 B， 有没有？那我们的定义域很明显在这里的话，我们的 A 等于什么？ A 等于 S 乘 S， 我们的 B 等于什么呢？ S， 有没有看到？哇，就那么这样子，一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复杂，但是这些符号你慢慢的适应，所以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小亮点，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说它一定还在 S 里头，不能跑掉，不能跑。那这样的一个特性就叫做封闭性好，很简单。那再来看看我们看结合性又多了一个，没关系，要很有耐心，要把 feel 给弄懂。好，所以一样好，这一个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也是一个代数系统。好，你看我这样一直写，你们就可以收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全部学会，有没有？那对于所有的有3个元素出现了，那这3个不一定全部相异那所谓的结合性就是说 A 跟 B 先做运算，再跟 C 做运算呢，可以先怎么让 B 跟 C 先做运算，
再跟 A 做运算，就会一样。你说我国中就会了，但是英文单词你给我背起来 ，association 或 associative。那 name 怎么样呢？我们就称怎么样 S。那这个 possesses， 的怎么样呢？而 the associative， 因为这个时候就要用形容词啦。property， 哇，这个单词我背起来了，背起来了。好，这是个我们的亮点。associative 亮点把它记起来。来看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就非常的简单咯。好，这个怎么简单法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好，你看，我看一下，就是说 Z 用减号，减法，它不 OK， 为什么不 OK？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呢，5减3再减2，那你说是等于0嘛？那5减3减2等于4。所以呢，5减3减2不等于5减3减2。我们刻意的用这个例子来看，你们一定会讲说，这个不对啊。我们不是看它的等式，我们就直接来探讨它的运算，这样探讨它运算，这个把它写好一点，有没有？好，那你可以看到，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乱写，我们看出来，好，这样写的话，这个把它重写一次，这个为什么这样慢慢的弄给你们看就是说5减3减2不等于，把它写在同一行里面才有感觉，我们看出来才有感觉，因为这要刻意的彰显 star， 彰显这个 star 在这边的运算能看到所以要小心，所以结合性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的。好。那再来看交换性 Abel， 你们去网络顾一下 Abel 这一位作家，这一个是一个很好像也是属于这些数学家很苦命，好像活到30岁就挂了。他们当初都是解决很多的那个大问题，跟那个叫 Galois， 我们后面会看那个 Galois 也都是很有名的这个数学家这样。好，你说我这个在国中我都学会了，但是对不起，当初第一个发现的人这个 Abel， 好，一样赶快。那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代数系统，一个代数系统。那因为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还是反复的跟各位做说明，这样好，对于所有的 A、B 属于 S，A 跟 B 做运算会等于 B 跟 A 做运算。那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就称作这一个代数系统呢，它具有 possesses 的什么呢？the commutative， 哇 ，property 性质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这一个的问题的亮点。摊开给你看亮点，注意。好，那看一个 example。那这一个我们看我们的 example 就是看看我们的交换性，好，把它拉开，好 ，OK。那你会发现什么样呢？你会发现说，整数的加法是具有交换性的，A 加 B 等于 B 加 A 没有问题。但是什么呢？但是整数的减法就不具有交换性咯。就是整数的减法有没有 ？It's not OK， 不 OK 咯，它不 OK 咯。你可以看到4减2不等于2减4，这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严谨的观念把它建立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看单位元素 identity 就叫换成叫单位元素这样好，赶快再写好，这个这样一直反复的让你们印象记忆深刻一点。它还是一个代数系统，有没有看出来？那我若存在一个 E 属于 S 某一个特定的元素，有没有？对于所有的 A 属于
S，A 跟这个 E 做运算就等于 E 跟这个 A 做运算，就等于 A 自己本身，有没有看出来？那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呢，好，我们就称作什么呢？这个系统它具有怎么样？它具有一个好，因为这个 A I O U 好，这个要用 A N 的不定冠词哈。好 ，An identity elements， 没问题，这是我们的亮点数，把它摊开，亮点要注意，亮点要注意。好，那这个亮点没问题呢，我们再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呢，0，也是什么呢？我用定冠词咯。那定冠词跟不定冠词在代数里面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在这边不再去证明给你们看，如果有兴趣再去看那个抽象代数。那我这几天又在网络上发现，哇，好多的那个美国的那个教授也录很多的那种抽象代数的教材在上面，比如说解释什么叫做 group， 我们后面马上要看到的。那还有解释一大堆什么叫 permutation group 交换群，那个以后我也会录，会录，因为 permutation group 要去定义那个什么行列式，好多那个都有，所以不是说这个你就认为这个东西跟你无关，因为你要变成一个伟大的什么科学家，尤其是以后能够掌控这一个量子电脑，你就必须 working hard。所以加法整数的加法就是很明显 ，a 加0等于0加 a 等于 a， 没问题 ，fine， 所以这个没问题。那一呢？你可以看到一 is 什么呢 ？identity of 这个对吗？对了好了，整数有没有？乘以一就等于一乘以什么 ？a 等于 a。好，所以这个整数是 OK 的整数的乘法还不错，乘法还不错，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哇，好多东西，所以我们加速一点，有没有？好 ，S， 我们今天都只看一个我们都只看一个 operation 而已因为它去描述这个 operation 的特质，因为这些我都是要介绍过一次因为以后你要看到 field 这些都必须怎么办？就是说要具有反元素的第一个条件，它必须要先具有单位元素。好，先具有单位，要不然没有反元素。好，那对于所有的 A 属于 S， 就是说这个代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单位元素 E， 然后呢，对于所有的 A 会存在一个 B 属于 S， 使得怎样 ？A star B 等于 B star A 等于单位元素。连这样呢，连这个 S 乘 star S 这个代数系统呢具有。好，我们也很有耐心的什么呢 ？The inverse， 它具有这个反元素的性质，就 inverse 的性质 ，and 怎么样呢？一般我们 B 就会把它写成是 A 的 inverse， 意思什么呢 ？is the inverse。一般我们把它换成反元素 of A， 哇！这就那么简单，你们看出来所以这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反元素是我们的亮点。好，那你说这个小细节尤其是你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尤其很多工学院的学生都会修工程数学，其实这些都跑不掉的只是说你愿不愿意把它好好学会而已罢了。还是用鸵鸟式就把它躲开不理它的好，加法 is OK，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所有的 A 属于 Z，A 加上负 A 会等于负 A 加 A 等于0，没问题。那负 A 跟 A 都是还在整数里头，没问题好，那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那我再来看这个东西有没有？乘法 O 不 OK？ 刚刚说它有单位元素，可是 is 什么 ？is not OK。即使它有单位元素不 OK， 为什么？5属于 Z，
那5乘上1/5等于1，但是1/5不属于 z， 所以呢，整数在乘法之下的话，它不具有缓元素，不具有缓元素，所以这个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好，那我们已经很努力到现在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最后来看一个分配性。分配性就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它就必须要两个 operator， 两个 operator 有没有？它是什么样呢？以及 algebraic system， 所以我们今天很有耐心的好，对于所有的 A、B、C 属于 S， 我的 A star 2 B star 1， 等于是我 A 这个对什么 star 2对 star 1具分配性，有没有？你看 A star 2 B， 你说尤教授这怎么那么麻烦？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有没有？我这边写错了，咻，这个是1，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 star 2 C， 因为再怎么复杂都绝对不会比你写一个电脑程式还要复杂，绝对不会。那你看，那如果说我今天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一个star 2对 star 1做分配性，有没有？你看左边分配，右边分配，有没有 ？B star 2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star 2 A， 你说这怎么那么麻烦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对它分配，有没有看到？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写，那这里也是一样，它对它分配，有没有看到？那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满足这种条件，我们就说什么呢？所以这个 star 2也是什么呢？distributive over 对什么？对 star 1是具有分配性，有没有？哇，好复杂。这刚开始而已这个要玩这一个抽象的东西，这刚开始而已。那抽象就要解决比较更深奥的这个实际问题。好，来看这个 example， 这个我们看实数是我们最喜欢的。那实数有一个加运算跟一个乘运算形成一个代数系统，没问题。那乘法对加法具有什么？乘法对加法具有分配性，说 A 乘 B 再加上 A 乘 C 放在旁边。你说这样就容易懂了，可是我把它左边写成比较抽象的，你就开始不懂了。不行因为以后你要写很难的程式的时候，就要训练看懂各种不同的一个符号。所以这个呢，一般我们就会把它省略掉不写的，乘法省略掉不写，我们看出来这个一般都就这么有一个乘法，我们都省略不写。所以这个怎么样呢？意思怎么样呢？这个乘法对怎么样呢？对这一个加法具有分配性，有没有？哇，就那么简单这样。好，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很完整的介绍了什么呢？介绍了这个东西给各位看，有没有？就是我介绍这一个给各位看，有没有？那当然你就必须要很有耐心，把这些 operator 之下的那些名词把它记一下。我们有所谓的封闭性，有所谓的结合性，有所谓的交换性，有所谓具有单位元素，具有还元素，还有具有分配性。那这些都是整个代数系统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未来你们会学到 group、ring、field， 那甚至在我们玩那个量子上，还有什么赫伯空间 Hilbert space， 什么一大堆那这个里里口口那些都很麻烦的，但是这些名词都会出现让你怎样，让你去规范那些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蛮基本的一些东西。那同学呢，好好学。那我们就今天呢就现在把这个单元先结束。那相关名词请你们就好好的再稍微remember 一下。好。